各位好，今天陪您聊的 iPhone 内置 App 是语音备忘录，英文呢 Voice Memos。应该大家也注意到了哈，这个软件呢相对来讲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软件，而且呢也没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分享，所以怎么办呢？只能水一点别的啊，咱们就聊一聊啊，先聊一聊大家看到的我身上的这两个东西是吧？他们两个的位置呢，我已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放到了一个尽量好看一点的位置。但你说为什么你这么显富呢？是吧？人家都挂一个，你挂两个。那你没看我之前的视频放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吗？这不都是因为搬家嘛，就是把那个原来的话筒给收起来了，已经打包好了。那等再拆包呢，我估计怎么样也要十几天以后的事情了吧。这突然降到这样啊，不瞒你说，我在录这期视频之前，不知道尝试录了多少次啊，这个声音也不知道调整了多少次，不下20次吧。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声音。本来我觉得调的已经能满意一些了，但是打开我以往的视频，上一期视频一看，还是觉得怎么办啊？这个就是硬件上面的一个缺失啊。我收到很多观众的反馈都是来自于视频和内容上的，有人说我说话啰嗦的，有人说我这个视频 HDR 太亮了，就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关于声音方面的负面反馈，收到的都是正面反馈。所以我不知道啊，今天的这期视频会不会收几个声音的负面反馈，让我难过一下。聊这么多其实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还是希望从我的内容制作上实打实的告诉各位，咱们这是一个聊天陪伴节目啊，咱不是短视频，咱们不追求短平快，就是陪您吃个饭啊，陪您散个步，陪您上个班啊，就是陪您睡个觉这个作用的。所以别急啊，如果你抱有非常强的目的性，那我觉得您可以看我的短视频，那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花了点小心思。正好是比较切题，因为今天咱们讲语音备忘录。那语音备忘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直接理解成就是一台录音机，它可以帮你录制你能听到的几乎一切的声音。我觉得不要被这个语音备忘录的名字所误导。我不是说这个名字起得不好，而是说如果我的名字叫录音机，其实我是可以录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录一下花鸟鱼虫的声音我录一下水流的声音，我录一下这个喧嚣的城市的声音等等等等。那其实我们把这样的声音叫做音景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专有名词吧，我不知道看到这儿的各位有谁听过这个名词啊？音是声音的音，景是风景的景你可以理解成声音的风景。那你也可以把它叫 BGM， 其实不是 BGM， 是配乐那种感觉不是配音。而音景呢，其实是铺垫在主要的声音轨道背后的东西。就是一般你给动画片配音的话，大家知道动画片是动画片在制作完了以后它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就是默片。你想动画片呀，它哪来的声音呀？是上哪儿录呀？所以动画片里所有的声音都是后期加进去的。那大家能想到的当然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这个需要配音演员，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如果只有人物对话，好，甚至我再给你加点音乐去烘托一下，这个都是大家想象得到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这就够了吧？但这种片子一般人还真的看不到，因为这属于一个没有做完的片子。其中还有一个声音要往里加，要往里配，就是音景
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警察抓小偷，动画片啊，警察抓小偷，那么小偷在前面喊让开让开让开啊，警察在后面喊站住站住站住，这个都要配音演员去配，这没问题。然后呢，我还可以根据这种场景来设计一个背景音乐啊，比如说非常紧张的这种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就这种背景音乐。那光有了这3个还不够，更重要的我认为啊，就是你要根据动画片的场景来去给这个画面啊去配置音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理解？比如说警察追小偷他们一直在跑，他的场景是一直在换，他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你要配什么声音呢？你可能要配这个喧嚣的马路的声音，你可能要配2声这个汽车按喇叭的声音。那当你跑到了一个集市，你可能要配一些叫买叫卖的声音，或者是这个东西来回碰撞晃动的声音。如果你跑到了一个餐厅，你可能配一些杯子相撞的声音啊，这个碰杯的声音，勺跟碗碰在一起的声音啊，人们低声细语的声音等等等等。那这些声音我们把它叫做音景，而这种音景的搭配才会使一个动画片或者哪怕任何的影片需要后期配音的，让你观众看起来更加真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你把语音备忘录理解成是一个录音机，其实它是可以帮助你在声音的创作当中发挥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这就有点像相机。我们说摄影师都经常说一句话嘛，就是最好的相机其实是你永远随身携带的那一只。那现在这个时代来看，我相信所有的摄影师随身携带的相机一定是他的手机。那同样的，最好的录音设备也一定是你随身携带的那一个当然这个咱们不说商业片啊，商业片因为是有硬性要求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创作者啊，就是跟我这种 YouTuber 相类似的，很多时候我是一镜到底了，但这种 YouTuber 毕竟是非常的罕见嘛。如果你是需要后期剪辑，或者你是拍一些 vlog， 那这个时候你去配一些音景，平时去搜集一些音景的素材，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作。我可能即便会讲音乐创作的部分，也会放到非常非常后面，也可能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有点复杂，要牵扯到这个录制我的操作啊等等等等，你们就别期待这个了，看我心情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听我目前听到这里的听众，你们是音乐创作者，或者是音乐创作的爱好者，音乐创作者你肯定就是我们共鸣一下就好了。但如果你是音乐创作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这条路上更加的去好好的玩一玩。那如果你把这款 app 理解成一个语音备忘录的话，其实它的指向性就更强了。它总是让你觉得，这个是跟那个叫备忘录的 app 是一对儿。那么备忘录呢，是让你去打字去记录一些东西的，而语音备忘录呢，就是让你去说话记录一些东西的。这样理解对不对呢？对，非常的对。这也就是我个人理解为什么会把明明是一个录音机的功能的 app 取名成一个语音备忘录。因为这样的名字其实更有针对性，更有指向性，它能会让一些原本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做法的用户去用这个功能。可能很多 iPhone 的新用户根本就没有想到能用语音的方式去记录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生活，而不用再去打字了，不用再去用码字的方式来写日记了。但是他可能看到有一款软件叫做语音备忘录，他也许就灵机一动，那我以后就拿这个来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说要去吐槽这个软件的名字起得不好，而是说
从这款软件的功能、实际的功能和它的名字的差异之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发？那如果你能听到这一步，其实你就会明白，这款软件其实它的适用面是远远比它的名字要广泛的多得多。如果你只按照语音备忘录来讲，那就是记录灵感，什么会议录音啊，这些全都可以的。但如果你抛开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它的功能实在是，如果你用得好了，它能够达到跟照片一样，让你多年之后回味这一段声音，甚至会感动的潸然泪下。给大家举个我自己真实的例子，我的语音备忘录里满满的录制了我的2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几乎每一个年龄段他们说话的声音，而且我都是起好名字的，这是谁，他在学什么说话的声音。那有的时候我打开语音备忘录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声音去播放一下。很多时候孩子大了，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可爱。但是，偶尔放一下这个声音，它不像视频或者照片没有声音啊，而视频呢，总是一个需要让人去专注的东西啊，这也是我觉得视频的宿命吧。为什么现在短视频很流行，就是希望把视频的专注力降到最低啊，我把它弄得短平快、高效率的视频。但是呢，这个东西短视频其实它是违背了视频这种呈现模式的初衷的。那么你看看电影，那我觉得电影1个小时、2个小时，它是一个视频的最佳的范本。那你什么时候能把电影做成短视频呢？那我们不去说那种讲电影的啊，那个我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吧，这个我们稍后再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追求短平快，只去看一些短视频，或者我这么说吧，短视频是什么？短视频其实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或者是一些心理学家和商人，他们在一起想去通过短视频来喂养我们这些像填鸭子这样的鸭子。我觉得看短视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个填鸭的那个鸭子，抬着头张着嘴，把一个管子伸到你的喉管里，然后一个已经都不需要咀嚼的食物就直接被填进去。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的短视频，所以我为什么现在抖音、TikTok 都没有下载过，那偶尔会在 YouTube 里面点短视频划个几下，然后我意识到，哎呦，我怎么在做这种事情，然后赶快关掉。然后我手机里面还有一个软件是，就是你一旦他发现你去看短视频超过一定的时间，他就会主动提醒你。我觉得这些都蛮有趣的，有点跑题了，但是其实这个就语音备忘录，其实它和备忘录和相机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因为它的背后都是帮你去记录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你的回忆，把你的回忆数字化，保存在手机当中的不同形式，而语音备忘录就是用音频的形式，随时随地的可以保存你记忆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理解去看待语音备忘录加 iPhone 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因为 iPhone 你会随身携带，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得力的助手，能够帮助到你的。那可以预见的未来，虽然我现在在 iOS 18的测试版里面还没有发现能够自动的把你录制的语音备忘录的音频转成文字啊，还没有发现，但是其实未来早晚有一天有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第三方软件也已经能够收费或免费的提供这样的一些功能，而且准确率是相当的高的。那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方面的需求，不管
你是真的就把它当成一个语音备忘录来用，还是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录音机来用？那我作为一个音频节目的爱好者，我还是主观的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把声音用好，把声音保存好，把声音储存好啊。那这个其实是我讲语音备忘录的一个初衷吧。当然，如果你说要讲语音备忘录的功能，我相信99%的人只要一看那个界面，你不会用啊。它比相机 App 简单太多了。相机 App 除了快门以外，还有好多的模式跟参数可以让去调整，而语音备忘录只有一个红红的录制按钮，你打开了之后一点录制，它就会把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录制下来。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麦克风会越来越智能。你知道，我在讲硬件的时候聊过 ，iPhone 全身上下一共有4个麦克风，这已经足以达到阵列麦克风的这种硬件的指标了。我们在 Mac 电脑上3个麦克风就可以做成阵列麦克风，它的收音效果不但非常好，而且还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做出选择。比如说，我到底是要收录人声，还是要收录一个所有的环境声音，这个是用户可以去选择的。那相信语音备忘录它起这个名字应该是会专注在这个语音里多一点，但是由于 iPhone 是大众消费品，所以你录制任何的脚步的声音，一个石子落地的声音，钥匙串当当当的声音，水龙头打开的声音等等等等，这些音景它的效果应该也足够好，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应该是足够好。那之前 Apple Store 是有一个课程叫做录制你的音景，我觉得那节课非常非常的有含金量。很遗憾，很多人看了这个标题就不来啊。本来音乐课来的人就少，那音景又没有人知道是干嘛的，所以来的就更少。但凡来的，对这节课的评价都非常的高。但很遗憾，现在这节课已经下线了，再想去就来不及了。你只能期待什么时候我来讲，应该也不太会，我快忘了。但其实我这一期节目里面已经借鉴了那节课当中的很多思维方式。那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用好语音备忘录的话，其实是我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除了那个录音按钮之外，其实语音备忘录还是有一些蛮有趣的功能，比如说你可以说2句话暂停，然后再说2句话，然后它会自动的把这2句话拼成一段声音，它不会把你暂停的那一段也录进去。比如说我录制一个自己内心独白，说到一半想上厕所，你先按一下暂停，去完回来再继续就好了。这也是一些比较贴心的功能，而且我印象不错的话，应该有打点的功能，就是我说到哪一个话题了，我按一下之后可以查看。然后它还有一些类似于语音增强的功能，去噪音的功能。然后录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语音备忘录当中直接做一些简单的剪辑。我觉得这些功能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对于普通的用户、非音频专业的用户来讲，已经是足够用，而且界面足够的简单，根本不用教，上去应该就会。那我只需要提醒各位一点是，当你想用语音备忘录录音的时候，尽量的把你的 iPhone 的麦克风靠近声音来源的部分就好了。那这样你靠得越近，你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啊。当然不至于亲上了啊，不至于有实质性的接触，大概就2指3指吧啊，这个距离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说话而言啊，有这个就好了。那视频结束之前呢，还要提一点的就是，如果各位观众或听众你们是已经有了 Apple Watch， 那我强烈的建议你去看一下 Apple Watch 当中的语音备忘录，它和 iPhone 是完全同步的。也就是说，你在你的手表上打开了录音功能之后，录完了之后呢，它会自动的同步到 iPhone 里面，你就在 iPhone 里面的语音备忘录直接查看、编辑、分享、保存，一点都不影响。那
这就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来获取素材。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我录制我自己家孩子的一些声音，90%都是通过我的 Apple Watch， 就是我的手表录制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你把一个手机怼到他嘴上，他就不说话了。但是你手腕上一直戴着这手表，那你只要戴着，你跟他玩的时候，稍微留意一点，把你的手腕放到离他嘴近一点，这个音质就已经非常的棒。好，那感谢各位的耐心，感谢各位的体谅，我这两个东西你们能看到现在，欢迎你的观看和关注啊，我们下期再见。